如果你真的要 DIY， 请务必看完这集节目，避免发生任何悲剧。再次提醒 ，UV 胶玻璃贴施工不易，还是让专业的来。用几秒时间回顾一下 UV 胶玻璃保护贴是什么。简单来说 ，UV 胶玻璃保护贴，顾名思义，分为 UV 胶以及玻璃贴两个部分。安装保护贴的方式很简单，只有3步骤。首先，把胶滴在萤幕上，然后放上玻璃，最后透过 UV 灯把胶烤干，完成。好了，本期节目就先到这边。如果这么简单的话，就不会有这么多人来问，还值得帮你做一集节目。UV 胶玻璃保护贴可以简单分为 UV 胶体以及玻璃两个部分。先来说胶体 ，UV 胶有非常多版本，有各种名字，但目的就是为了让玻璃可以粘在萤幕上。而这个胶体可以说是过去几年来 UV 胶保护贴各家差异最明显的地方。帮大家整理胶体最主要的3个重点：抗水、耐热、厚度以及收缩。因为市场上 UV 胶非常多，所以邦尼这边会以比较广泛的版本来说。先说抗水，其中一种被广泛使用的就是水溶性 UV 胶。这个胶体之所以被大家采用，原因没有别的，就是容易贴。在覆盖玻璃之后，胶体很容易就能均匀覆盖整个萤幕。但缺点也很明显，因为是水溶性，所以当你碰到水，或是把手机带进去洗澡，过一阵子就会发现你的玻璃贴边缘浮了起来，严重的甚至产生白边，这就是水溶性 UV 胶最大的缺点。这时候聪明的大家一定也想到了，既然怕水，那就加入一些神奇的元素，让胶体不怕水就好啦。没错，但目前市面上的确有许多抗水的 UV 胶体。胶体虽然看起来还是流动的液体，但在玻璃覆盖上去后，就能明显感受流动速度较慢，容易无法均匀覆盖，胶体会感觉比较稠一些。但这个好解决，就是想办法覆盖就好。真正的问题会是后来的状况。市面上流通的抗水 UV 胶体在烤胶后，可以想象近似于厚一点的保鲜膜，更像是塑胶膜，在烤干后会有一些收缩。这个收缩就会让玻璃贴边缘在贴完后就有一点白边的感觉，实际上是因为胶体稍微收缩了。这也可以带到下一个问题：耐热。这类的胶体在碰到高温后，收缩的状况会更明显，在预热后就可能会产生白边。顺带一提，若是完全抗水性 UV 胶，如果不慎流进听筒、按键等等，务必询问店家是否有可溶于任何液体。通常酒精是可以让抗水 UV 胶软化的。但还是那句话，让专业的来。丢进去如果硬掉了，可能造成听筒没声音，按键没反应，维修起来得不偿失。而在胶体上，以这次帮你测试的 Hoda UV 胶玻璃保护贴来说， Hoda 采用了全新的 UV 胶配方，提升了抗水以及耐热的性能。同时，全新的胶体也能让胶在覆盖后的厚度更薄，所以对超声波指纹辨识的机种来说会更容易解。虽然说是抗水，但在邦尼的实测上 ，Hoda 的这款胶体还是保有了之前水溶性 UV 胶比较好贴的特性，在烤干后也没有明显收缩，所以不会产生毛边。同时在耐热性能上也提升了不少。但说这么多都没用，实测才是真的。为了帮大家测试，邦尼手上这一张从贴好到现在已经快满2个月了，期间也为了测试带进浴室碰水，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白边。是目前邦尼测了10几款胶体，在容易贴、抗水跟收缩比例调得很不错的一款，但它还是保有一点水溶性，所以泡水一阵子还是有机会溶解，不要带下水就好。需要注意的是，在贴的时候记得询问一下店家使用的是不是新版的胶体。目前 Hoda 门市已经更新成新的胶体。讲完了 UV 胶的胶体，另一个重点就是玻璃。玻璃还是3个重点，也就是玻璃本身的品质、表面涂层，有好的表面处理，才能有一张滑顺抗污的玻璃贴。最后就是是否能够支援萤幕下指纹辨识。接着，邦尼就直接以 Galaxy S21 Ultra 搭配上 Hoda 的 UV 胶玻璃保护贴来示范。如果你想自己贴，务必重复看个3次，笔记本拿出来记录啦。步骤1：清洁萤幕，擦干净，不要有灰尘，基本的。步骤2：找个物体垫高手机，因为现在的手机镜头基本都是凸起来的，
如果不平，胶体会乱流。注意，下面的物体最好是点不要的东西，有些 UV 胶有微弱的溶解性。接着拿起 Hoda 随附的防溢出保护条，贴在非常边边。如果不知道够不够边边，可以拿玻璃比对一下，并且确认贴好，因为如果有小缝隙，是会把胶不断吸出来的。步骤3，注意听，我们要开始挤胶喽。这边先说三星超声波指纹辨识几种的贴法。首先要让超声波萤幕可以解锁的重点在于保护贴的整体厚度，所以超声波指纹的机型胶一定不能多。帮你的经验是2个1元到2个5元硬币之间，挤完胶后也务必确认没有任何气泡。挤胶的方式，有些人习惯挤一坨，有些人习惯挤2边，有些人喜欢挤3滴。差别是挤一坨放上玻璃后，容易直接从中间溢出来，但比较不会产生封闭气泡。新手建议这个方案，但就是注意要赶快擦掉溢出的胶。而挤2边的好处是胶体不太会溢出来，容易均匀流动，但缺点是容易产生封闭的气泡。解决方案就是慢慢的把玻璃盖上。如果快出现封闭区域，赶快用手辅助胶体流动就好。过程中也可以用手轻点，让液体均匀覆盖。也请务必把玻璃贴放准，千万不要让玻璃移动，胶体会直接流进听筒内。按键部分也要注意不要流进去。步骤4，一样是超声波指纹辨识几种。刚才帮你有说厚度非常重要吧，太厚无法解锁，所以指纹辨识区域要尽可能的薄。但如果太薄，玻璃贴不够粘贴，稍微顶到就掀起来了也不好。所以帮你的习惯是先烤上半部10秒，再来处理下半部。开始之前，请先确认玻璃贴没有歪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拿 Hoda 除尘贴的废纸，先遮住下半部指纹区域。如此一来，指纹区域的胶就不会烤到。接着，我们先烤上半部15秒，注意不要烤太久，我们只是要稍微固定。接着拿起废纸，稍微用点力，在下半部指纹辨识区域按压几下，让这个区域的胶体尽可能变薄。因为我们已经先烤过上半部了，所以目前玻璃贴已经不会再移动。如果怕你手离开后 UV 胶又流回去造成太厚，你也可以轻轻的把手持续压在上面，然后拿 UV 灯快速烤干，大约需要30秒到1分钟。接着把手拿开，直接烤指纹辨识的区域1分钟。步骤5，到目前为止你还不知道指纹是否正常运作，但不要急，请分区块，每个分区以2到3分钟为单位，烤5到10分钟。侧边记得也要烤。步骤6，恭喜你接近1个小时的努力要来开奖了。贴好后，拿起手机进入指纹设定，重新设定指纹，然后测试看看咯。帮你以下也提供萤幕关闭跟开启时连续5次的解锁测试。总结一下重点提醒，贴完后务必重新设定指纹。如果触控灵敏度降低，请打开触控灵敏度选项。胶的厚度尽可能薄，差一点点就会让指纹完全没反应，差一点点可能可以用，但速度会变慢，非常考验经验，所以让专业的来。如果贴的过程中出现大气泡，你可以尝试挤出来，但如果是非常小的气泡，请务必眼不见为净，因为把玻璃掀开后就没机会了。若是一胶流进开孔，也得不偿失。UV 胶贴上后撕下来是无法重贴的，所以如果顶到就容易产生摆边。如果当你看到玻璃贴上出现一些彩虹纹或气泡，代表你的玻璃贴曾经被顶起来过，这时候只能重贴或是眼不见为净。而 Hoda 的 UV 胶玻璃贴在撕起来后是不会产生残胶的，整片移除就好。相容性部分，帮你实测 Hoda 的这款玻璃贴采用微内缩设计，实测可以相容原厂系胶壳以及市面上大部分的轻量化军规保护壳。当然 Hoda 自家的保护壳一定没问题。顺带一提，这次 Hoda 也有针对 S21 系列推出大家很熟悉的柔式款军规防摔保护壳，触感一样很舒服，按键还是可以更换比较好按的设计。最后，如果你是光学指纹辨识机种或是一般曲面机种，只要厚度不要太夸张，指纹影响较小，但太厚会影响触控性能哦。
如果真的要 DIY， 邦尼认为一般曲面跟光学指纹，只要小心操作，的确可以尝试看看。但还是那句话，没把握还是让专业的来。以上就是邦尼接触 UV 胶以来试过的10多种 UV 胶，贴了近100次 UV 胶玻璃贴的所有内容。如果还有任何问题，或是邦尼没说到的，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。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，不要忘记订阅邦尼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及时收到最新的评测通知。当然，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、Instagram 以及 Line@ 找到我们。如果还有其他问题，别忘了底下留言。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啦！